양재 쳔버 소단 닝미장 오늘 문음 쳔버 남자다 바그르다 감산도 실물도 돈바도 제장라 기샤함살 내전로 저기 정감사 저거 두기션나 일라 닝매 번조장라 소란的公结多半破人心去了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弟子规》这个《弟子规》的内容对我来讲呢，也是自学的，没有这个传承。但我自己呢，感觉这本书的内容就非常好，我就自己学了一遍，也跟一些部分的小孩子讲了一遍，就觉得呢，里面的道理虽然不是佛教的，但是佛教的内容呢，就不但不相违，而且我们作为这个学佛的人呢，也可以依靠这种道理来完善自己的这个人格。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学佛的一些弟子的话呢，就应该要了解这样的论点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必要，尤其是现在汉地有很多的孩童，他们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教育，甚至有一些老师他们都没有接触过《弟子规》的这个教诲，所以我们呢通过这次的共同的这个学习就让很多的学校呢就是开这门这个课，同时呢让他们也了解就是古德这个先贤的一些哲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借用佛教的故事一些其他的这个格言教言就格言教言，所以我们这次想法呢跟这个文殊小学的这个小孩为主就很多的有些出家在家的道友呢就是愿意学习我也这面上呢就是跟大家做这个简单的这个解释，同时呢就是也自己能顺便想起来的一些佛教的这个公案教证来这个印证这个《弟子规》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就以前呢你们也应该清楚，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重视这本书就是几乎这个汉族人呢小孩子就开始学习就是这个启蒙教育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学习《弟子规》，但后来就是70、80年代的时候呢，基本上的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它的这个传承呢就断了就割了这种名就是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后来的成长的这些包括一些学校里面的教师一些年轻人的话呢，他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我问了很多年轻的教师、校长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优秀的老师，但是他们呢就根本没有受过这样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也是应该说是一个这个遗憾，因为这个孔融思想呢，虽然没有这个像佛教就是所讲到的那样的这个非常深深的因果道理更没有呢就佛教大乘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菩提心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空性以及这个光明如来藏的这个深奥之理就这些都是没有。但是从这个实践的一般来讲，这个做人做事为人处事、接人待物，从这方面来讲呢，
确实这个儒教思想呢，还是值得我们这个需要学习的。现在这个新一代的这种人或者说是现代社会里面真正是为这个许许多多的这种孩童就灌输教育的人呢，包括老师他自己的是没有这样的这种历练就是他自己怎么样这个孝顺就怎么样这个信用诚实等等，就诸如此类的内容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是是这个不懂的。所以说我们呢就现在这个提醒世人呢就其实有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文化思想理念呢应该就是结束就不能随着抛弃。所以说我们这次呢就应该通过这种这个方式来给大家这个就是传播就传播之后呢，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呢，可能是就是有这个能力有这种这个发心以后呢应该以这个佛教的教理相结合呢就很多人的这种心理呢，从小都是要养成这么好的一种习惯，就是这一点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必要，就是那么可能有些人呢也会想就是这个《弟子规》呢是这个小孩就可能就是10来岁的这种孩子呢，就是读的这个书我现在已经成了成人了大人了，我学习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小孩，但是呢，古人呢这个小孩学的一些知识这个孩童就是所懂得的这些德行和一些这个德育方面的这个教育的话呢，我们有些这个成人领导或者是一些企业家和出家人的话呢，他们都不一定有的就是古人的这种孩童的德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大人的就不一定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学习。就像这个戒律华曼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60岁也是像那个孩童你虽然是这个你从这个年龄上是你这60、70岁或者是20、30岁的人，可是你的学问呢，从德育上面讲的话呢，就基本上是你现在是一个空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话呢知识重视呢就是分数就是知识重视呢就是他的智慧，而在德育上面呢就是是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课程，就这一点是非常的这个遗憾因为这样的学校你培养出来的话呢，也许有这个崇高的这个智慧，但是一个人没有就是德行的话呢，那他的智慧就是依靠什么而这个成长？所以说这个是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想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出家人就是学《弟子规》呢，可能没有用的了因为《弟子规》是一般这个同盟这个教育，就是孩童呢就是可以学习的，而我们已经看破了世间，就是已经出家了。其实我们有些出家人呢，如果没有懂得基本的一些做人的这个规范行为那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僧众的这个群体当中也好，就是发心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连基本的这个做人都没有做到的话呢，就利益众生或者甚至自己的这个成佛得果就恐怕是这个非常遥远的。所以说我也是从各方面想呢就是即使我们在这个成人当中、出家僧团里面，以及呢就在居士团体当中呢，就是大家共同学习，应该是有必要的。你学习《弟子规》和没有学习《弟子规》呢，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也不能就是看着是这个所谓的《弟子规》呢，所有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是根本的。有了它就已经这个一切都足够了，没有它的话呢，一切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虽然这个《弟子规》呢，它在人生这里，从世俗当中的一般来讲就是一些行为规范上面呢，就是很好的一个论点，但是在我们这个伟大的佛教的一些这个
声音和世俗的这里呢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有一定的距离啊。就这方面，大家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去这个分析，否则的话呢，有一些特别这个喜欢一些孔孟思想的有几个别人的话呢，他觉得他就是一切学问之最，一切学问之顶。我只要是懂得了这个孔子思想的话，那就已经这个可以了，学佛都没有什么。好像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和那个孔子的这种思想呢，就是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这个错误啊。我也看过一些这个像汉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弟子规》啊、《三字经》啊，还有这个千字文啊，还有《中庸》啊、《大学》就是孟子什么那个《论语》等等，就是很多论点。可是这些论点里面呢，对精神的一些这个做人处事啊，就这些方面还是讲得很好的一些道理。可是呢，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也因果的一些深奥问题、前世后世的一些就是深深道理啊，尤其是一些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所讲到的真正的一切万法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因此如果有人这个说呢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这个一样，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可能我们要就是辩论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古代传统思想当中呢就根本没有提到就是佛陀所描述的每一个人的，我们不提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前后世的道理，或者是六道轮回的整个这个前因后果的这些深深道理呢，提过没有？没有就这是眼前的就我都详详细细的翻了很多书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一个这个字眼是那个就是众生的这个前世后世就一切众生的这个性的这种研究就是他的这个性的本体就或者是我们禅宗里面所讲的这样悟道这些方面的事就绝对没有提到。因此我们有些时候的话呢，好像你这个重视的这个程度太这个就高了的话，那就是恐怕是也是不行的应该说是它是在我们这个世俗当中，在实践当中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一般实践也经常说这个儒教的话呢，就是这个入世就是这个他呢就是与这个实践的一些比如说做这个慈善就是做一些这个孝养就这方面就是讲的很多道理。而这个道教的话呢就是处世，就是也可以说是就完全的是就是与世隔绝就是离开这种红尘，就是这样的这个思想呢，就是比较就偏重的。然后佛教呢，就是以处世的这个观念来就是入世就是他这个远离一切这种这个红尘的这种杂事的同时呢，就是要获得这个解脱，就是应该说是从佛教的这个崇高思想这样的这个深深理论当中呢，就是可以包含就是一切其他的道教和这个儒教就应该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这个理论当中呢，可以包括就是道教的这个思想比如说我们懂得这个佛经，懂得这个佛学的论点的话呢，一看道教的这个论点呢就是一下子一目了然了。然后这个儒教的这种观点呢，就是也是同样的就现在有些这个学者也是这个认为，比如说这个儒教的话呢，就是它主要是这个知识就是这个对着这个世间的。然后那个道教呢就认为是这个修身就是修身。而这个佛教呢，就是智性，就是真正能对着我们的这个心底的烦恼就这就是唯一的这个佛教当中有的。所以我们有些当然这个作为出家人的是应该在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和文史基础是有的，但有些在家人的话呢，好像有一些分寸呢，就是稍微有一些需要就是值得调整在这方面就是希望大家应该就是值得这个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弟子规》就是《弟子规》呢就是应该清楚就是这是这个清朝的时候就是大概是这个康熙就是康熙这个年间呢就是有一个秀才，就是叫做是这个李宇秀就是李宇秀，他的家好像在这个山西那边他是当时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出名的教育学家，也是一个这个学者就是他呢就是当时这个做这样的这个论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部论点也叫做是这个寻梦论就是但后来呢因为这个
好像这个嘉佑仁先生呢，就是把他这个改为就改名为就是《弟子规》就一直呢就是流传的这个现在就一直到这个流传的这个现在，他呢就是对整个怎么说就是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呢，还是这个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自学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作者呢就是还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的有一些语言呢很简言但是里面所讲到的很深深的这个道理，就除了字面上的内容以外，还有背后就是隐藏着很深奥的一些教研就是有这个感觉就所以我们的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应该这个可以学，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弟子呢，就是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老师的这个学生就一些这个孩童就指的是孩童。从广义上讲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就是都可以成为这个弟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佛教徒呢，就是都是这个佛弟子就是三宝弟子，或者是这个上师的弟子、老师的学生以及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只要有这种这个心性的话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哲理。所以说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就是成为这个佛的弟子。那么永远都是成为佛的弟子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行为规范那么这些呢就是叫做规就是他的这个规范行为因此在这个论点的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讲我们要做一个非常这个虔诚的这种弟子的话呢，不管是大人这个小孩呢，都应该这个学习这样的论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他的中序就是中序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论点里面的有些历史剧一样的。他这里中序呢，整个这个内容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包括他这里内容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弟子规僧人训，属小体此尽信。凡爱众而亲人，有余力则学问。他这个两个寄送吧，就是两个寄送呢，就是试着讲的是中序，因为整个所有的这部论点的内容的话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宋词当中就这两个宋词当中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就是学习起来的话呢这个《弟子规》应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它有这个90个宋词吧，就是那么就是一句呢就是3个字，然后2句呢就是1个韵这个编成的所以读起来也是特别的这种深刻就我的要求，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些学生呢就是让他们早上的时候就是读诵，然后这样读了以后呢，就是有些内容可能小孩子也是懂，有些呢就不一定懂，但是他长大以后呢，里面的很多道理呢，就是可以顺口而出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运用在日常这个生活里面的。如果我们用上的话呢，不管是这个佛的理论也好，世间的一些好的格言也好，这些格言呢，就全部都是对你的这个行为是起到作用的。这就是这个善法就是善法所以这个心善则善，心恶则恶就是这样一来呢我想这也是诸佛菩萨的一种这个加持就诸佛菩萨的加持。那么他这里呢，就是首先就是说这个《弟子规》是这个圣人训就这个《弟子规》的这部论点的话呢，就是这是这个圣者的这个训示之的教言就是他的这个教诲教诀他这里圣人呢从这个狭义上是因为这个儒教的思想传世者呢，就是这个孔夫子从这个他的这种思想理念来这个解释的那么广义上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就是以前的古的这个圣贤呢就是高僧大德也好，就是这些这个传承注释呢，就是全部都可以包括在当中。所以现在这个
孔子的这种思想呢，虽然呢，就汉帝呢在一段时间当中把它也是当做一个这个批斗的这个对境，但后来呢，就是这种历史的这种场合呢，就是已经这个已经这个扭上过去了所以现在。就很多的这个仁之士呢，就是像这个恢复就这样的这种这个传承就是这样的这个传承，在这个西方也好，就是国外的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孔子的思想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高度重视就是以前大概是在这个1988年的时候当时有75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就是他们呢就是当时这个。同时，这个宣言就是同时这个联合宣言就说是这个人类21世纪就真正要这个生存的话呢，那么就是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国的孔老夫子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就是可以就是舍去就是当时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还有这个英国的当时那个汤恩比博士就是他也是说了，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社会问题要解决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以这个孔孟学说和这个大乘佛教就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所以通过这些智者们的这种这个语言来可以发现到，现在呢人类非常这个需要就生者的这种这个教训，生者的这种语言。除了生者的语言以外呢，我觉得是其他的世间的各种反复语言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呢，你如果去看呢，如果去学了呢，恐怕是不是这个很适合的。所以我记得那个这个《弟子规》的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非神术必无事什么这个必聪明坏心智就是有这么一句，就是除了这个生者的这些教言以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去看。如果你看了以后呢，就是坏你的这种聪明的智慧，或者是你的这个纯洁的这种思想的确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杂书太多了，听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流行歌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整个你的思想呢，就是被已经这个染污了，被已经这个就是坏了。就是从此之后的话呢，你就对这个圣言也好，古德的这些教训呢，就根本不会有这个兴趣的。因此呢，这就是圣者的这个教训。其实这个教训呢，应该在这个《论语》就是孔夫子的这个《论语》的这个学而篇里面呢，就是出的，就是它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弟子什么这个入则孝，出则悌就前面的两个问题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敬而贤，泛爱众而亲人心有余力则以学问就是大概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以这一段话呢，就是作为就是它的真正的这个内容来就是进行就是编组这边论点，就是所以它是这个僧人训。那么僧人训呢，总共大概有可能这个7个问题来概括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孝就是这个中训里面的每一个问题呢，就是下面都有光说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不讲。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就入则孝，就是孝字就是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了解，就是因为以前这个古代就是尤其是中国就是汉族人就是孝的这种这个程度是很高的就是北山孝为先什么忠臣处于孝子之门就古人都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有一切这个三法和一切拜法的根本呢，就是孝。就是实际上的一些历代的就是家乡就是一些王臣就全部都是出自于这个就是孝顺之门，而没有呢不孝顺当中呢，就是这个不孝顺当中出现的呢，就是没有的我的意见就是我自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就是思维的时候，确实孩子对这个孝顺呢，对将来他的生活出路呢，还是有一很大的这个差别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呢，就经常爱去就是一些亲戚家里，但是我有
就比较特殊的就是两个亲戚，就是一个亲戚呢，他们家里的孩子呢，就是天天打架，就是然后父母也天天就是特别的不慈悲，就是使劲的打他们，就是每次进到他们的这种帐篷里面，因为我是没有我们在牧民啊，就是然后每次进到他们的这个帐篷里面的时候是闹哄哄的，就是两个父母呢就是使劲的是开始打，而且他们家孩子也特别多，可能10几个吧。然后那个下面的那些孩子的话呢，就是大的就是就大的那些孩子呢，就是开始恨那个小的呢，就开始这个说大的，就是凡是大他们家那哇，就哭成一片，就是特别的。但是我们经常呢也是到他们家里去，但后来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这些孩子的话呢，基本上是我这种年龄，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了啊，就全部都是连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就相当这个困难的。还有一个亲戚呢，就是每次到他们家里，他们家虽然没有那么多孩子，可能有六个左右吧，6个吧，应该记得。但是他们父母也是很慈悲的，就是还是给他们讲很多道理，而且从来没有就是看到他们这个家里就是孩子互相打架，就或者是对父母不孝啊，就这样的情况就看不到的。但后来就最近他们这个家里的这个出的人才呢，就是还是不仅是就是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还对这个社会对整个这个人们呢，还是起到许许多多的。有些出家的呢，就是在出家方面也是做很多好的事情；就是在家的呢，就是在家也有非常就是好的一些这个这种这个人才啊。就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家教啊，就是确实是很重要的。当然，作为一些出家人的话，那这样的这种担心和一些想法都是没有的。可是我们当那个孩童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孝敬父母，有没有这种概念，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想到，就是所以第一个是讲的这个孺子孝啊，就是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分如果品的话呢，第二品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体就是体的话呢，就是友爱这个兄弟姊妹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孝呢，就是上面是老，下面是子，就是所以孩子呢，就是应该就是孝敬这个父母，就恭敬父母的意思，把这个父母呢就顶戴。然后体呢，就是在这个苏姓旁边的这个兄弟啊，比如说哥哥的话呢，就是他心中有这个弟弟，就应该是互相就是应该中国字呢，就是也有这样的特殊的这种表示。所以我们这个互相呢就是热爱，就是关爱，就是自己的这种兄弟姐妹就这是第二层内容。然后第三层呢就过了之后呢，就是开始敬和用就是敬和信。那么敬呢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这个孝心义义就是人人对待。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真正年来经常疏忽自己的根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能随便就是任意妄为，胡言乱事，不这样的，应该很谨慎的、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这是这样的第三层。然后第四层意思呢，就是信，信的话那就是信用就重用、中和、厚道。也就是说呢，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说什么样的话，心里面什么样的起心动念，都要这个诚实，不要呢就是虚伪狡诈。就要断除一切的一些这个假象就要真实实、老老实实的去这个做，这叫做是用就信用信就信。然后这是第三层那么第四层吧，就第五层意思呢，就是他这里就泛爱众就泛爱众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是这个以慈悲心来观待一切众生，就是广泛的这个热爱所有的这个众生所有的这些这个天底下的众生呢，就是以慈悲心来就是一视同仁，就是这是第五层就是下面都是每一个是一品一品的讲，就是所以在这里面你大概的意思呢应该要清楚。然后第六个呢就是而亲人，就是亲是亲近的意思，就是意志的意思。人呢就人人之事，也就是说是这高僧大德善知识就我们经常的是亲近这些善知识，亲近呢就好的一些这个老师，就是这是第六个意思就整个这个《弟子规》的内容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孝悌敬信，然后呢就是这个
就泛爱中和，还有呢就二亲人就是这六层意思当中。然后呢说是由于你这学问，就如果你除了上面以外就上面是六层意思以外，还有一些多余的这个经历事件空余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学习其他的一些这个学问就是对有利于你自己的这个身心的一些这个学问。所以古代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先呢，就是把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德学德语呢，就是放在这个前面。有了这样的德语的基础以后呢，就是才开始这个学习这个智慧，学习这个才能就是德才兼备。德才兼备的话呢，那么就是先就是有了这个上面所讲的六种的这个德语的功德以后呢，就是才去做学习。可是现在的教育呢，我觉得有点就是颠倒的这个行为每个学校里面每个老师的话呢，只重视这个分数，只重视呢看你能不能背得到，能不能课文就学的。而他的行为规范上，或者是平时的这个言行举止上面的话，好多学校的是根本不提从小的是孩子呢，没有受这样的这个教育，最后长大以后虽然有一点点学问，可是呢做人的是根本就是做不了的就包括我们有些出家人的话呢，就学问很高的，就是什么这个高等学校都已经读过了，可是现在跟别人的这个沟通能力也很差，接触的话呢，你没有2天的话呢，就是好像很多就是露出白，就很多就出现一些这个漏洞就所以说呢确实是这个古人的这种这个先德学的基础上呢，就是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学其他的这个知识因为有一些契约的这种能力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呢就是学学这个其他的，就是以前那个古人呢就讲的这个三语就是三语的话呢，以前可能你们也记得，在东汉时期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东域是吧？就是那个东域的话呢，就是他当时生活非常的贫穷，每天都是那个背木材就背木材呢，就开始这个就过生活但后来呢，他自己也是一边就是做劳动，一边呢就是这个学习，像学习就特别好学。当时呢，就是包括他的一些哥哥的话呢，就经常这个讥笑他。但天竺之上慢慢就是他学的非常不错的。后来他写了2本非常好的这个书一下子就轰动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们。他的这个名气越来越大以后的话呢，就是人们也是对他的这个信奉的人就比较多了后来很多人呢，就是问你，每天都是那么这个辛苦就是那你为什么是这么好的这个学问就是学出来了？你有什么这个诀窍？当时他说是那个就书读百遍就是说是这个气以自现就书读的越来越多的话呢，那个意义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会这个显现的他还说是他就讲了这个三语，就是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语小的很多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可以用在这个学习。哪三语呢？就是他说就是冬天呢就是为1年之语就是冬天呢就是为1年之语然后那个晚上就是晚上呢就是为1天之语然后雨天呢就是为这个平日之语就是讲了这3种语，意思就是说，一般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干活就是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学习的很好的机会。然后晚上呢，很多人认为是睡懒觉就可以，可是晚上呢，就是学习最好的一种时间。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借口我现在没有时间，白天都是那么忙就哪有学习的时间？工作压力那么大，生活那么艰难，其实是那个时候呢，就还是有，只要是自己真正能干学肯学的话呢，还是就可以拉出来，就是早上也可以拉出来，晚上也可以拉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来就是真正是就是他也是得了这个一定的这种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神语的这种经历和学习的话呢，你就可以学其他的一些这个学问其他的学问的话呢，一般在这里面好像周礼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6种这个6种这个节就是什么这个礼乐射还有呢什么这个语术就是他这里礼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礼节然后那个就是乐就音乐方面，还有一些这个射箭就是出家人都不一定学射箭。
还有什么就是语是就是指的是这个教室开车啊，就是这些可以，还有书法，就是以及这个就是算术啊等等啊，就是这些呢如果有多余的时间的话，那就是其他的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学问，就像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如果你有了就是充裕的时间的话，那就是精通一切学问，像这个金刚传和萨迦班德达的格言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像这个无名、世名啊，就是这些都要这个学，像医学名啊、生命学啊，包括史学啊，这些都要这个学啊。就如果你没有这个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的话呢，你前面的这个小体啊、精神啊，这些是不得不学的。作为一个人呢，应该是不能这个缺少的的确，我都有时候想就是把这个《弟子规》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应该用佛教来这个解释，用佛教来解释的话呢，刚好就是有一些补充否则的话，单单是一个弟子规的话呢，他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前世和世业因果非常重要的这个除了我们眼前的几十年以外的非常长远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哲理呢，就是并没有讲。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理念配合起来再这样灌输的话呢，就是很多孩子这一辈子的可能影响是比较这个深的。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都在这个学校里面背过，学校里面读过的话呢，可能我们对这个父母面前，对世人面前呢，就是恐怕没有给他们就是带来就是多少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第一层内容就是刚才那个历史局，也就是说中序呢，就是已经讲完了。现在是我们就是6层内容当中的话，第一层，也就是说这个儒者孝父母祸，因我患；父母命，信我难。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在孩子在这个家中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就呼唤你。就喊你的名字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呢，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直慢腾腾的，就是立即呢，就是回答就是立即这个回答。然后父母呢，就叫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你的这个行为上呢，就是不要就是一直就是拖拖拉拉的，一直呢就是耽误就是你既呢父母有什么事情就要去这个做就要去做从表面上看呢，好像这个意思很简单父母喊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你就马上回答就可以。父母让你做什么事情呢，马上就是做。但实际上呢，它还有很深深的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当过这个孩子当过这个父母这个属下的这种这个可爱的这种孩童在那个时候呢，是不是父母叫我名字的时候呢，我就非常这个恭敬的就是答复就恐怕很多人是不是的，尤其是现在社会当中真的是因为父母的话呢，就是对自己的尤其是对这个家里的独生子就特别的疼爱所有的家里的人呢，把你当作就是宝贝一样的。最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好，在这个社会上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就是生活自理的这种能力就是生活自理的能力。现在很多学生呢，就是包括是大学生大学生的话，他自己的是不能这个洗衣服。然后别人呢，就是说他什么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已经这个惯了，就是不好的这种这个习惯了就是已经贯穿了这样的这种习气。所以说呢，别人就是说他的时候呢，他就根本不肯信就甚至可能你长大以后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沟通的时候呢，这个从小的自己的教育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你从小的时候，父母呢就已经教惯了你，他喊什么的时候你就有些甚至是干嘛我在这里你有什么事就是好像对这个父母呢一点恭敬和孝顺性的是没有。那这样的这个态度，你长大之后的话呢，你对所有的人都是不会这个不理不睬的因为你在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父母是最这个贴切的、最亲切的
那么他的这个呼唤呢，你都没有这个恭敬心呢，就是开始就是大幅的换呢。那其他的事件的单位里面也好，你的一些亲朋好友说你的时候呢，你更不会就是对他们是有这个恭敬对待的。所以说呢，这是从小的时候。很多人呢，就的确是，这个修养方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我们这里学习了这部论点之后的话呢，可能很多道友心里面都是有一种懊悔心就我以前当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应该父母说什么都是我好好的听，可是现在呢，就是父母已经死完了，就是我想孝顺呢也没有办法。但是呢，也不要紧，就是我们要懂得这样的道理以后呢，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的这个孩子然后呢，每个人呢就是懂得滋养自己的理念的话呢，那就知道是这个以后跟旁边的道友旁边的很多人呢，怎么样这个接触其实这是不一定是跟这个父母喊那个这个孩子。如果我们的有些道友和一些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人教你的时候呢，你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就现在世界上的有些没有修养、没有教养的一些人旁边的极个别的领导就是喊了以后呢，就是他可能会马上就是答复，因为他害怕嘛。就像学生呢，在这个学校里面，老师喊他的时候，他就立即就答复的。而我们其他的一般普普通通的这个道友或者是这个单位里面的人呢，就是喊他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这个态度这是一种傲慢的这个表现。所以呢，我们表面上看到好像这是一般的一种哲理，其实呢，在实际行动当中的话呢，我觉得是基本的一些这个做人方面呢，我们现在就是和古人相比较起来特别的差点点滴滴的。虽然这是并不是讲的这个中观空性，也并不是讲气面明点就在深深的道理上呢，就是这是一般实践的这个做事的。可是实践做事呢，我们这些凡人呢，就是还没有离开世间呢，还没有离开世间的话，你内心当中的有些真我呢，就是谁也看不到的。可是外面呢，就是对别人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别人喊你，就是你在那儿就是特别傲慢的样子，就这样的话，别人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反感，就是大家应该清楚的。所以说有些行为呢，就是古人的这种这个规范呢就行为规范呢，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就是的确也很需要，否则的话呢，每天都是一些眼花缭乱的事情呢，就是全部都是埋葬在我们心底。真正有价值、有道理的、纯洁的思想文化呢，就几乎都是就是已经失去了，已经断灭了，没有了。就是所以父母唤呢，就是不应该就是缓慢，而父母呢有什么这个命令呢，就是要这个实际行动去这个做就是不应该呢就是去这个一直拖拉，就是其实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也是这个孝养这个父母就是也就是孝敬就是父母的一种行为。从小都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话呢，那么就是一旦就是父母这个生病也好，就是你心里面就是对父母有一种感恩自信以前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呢，有一个叫做谭植吧，就是他当时呢就是从小的时候是对父母特别的这种这个孝顺，就是后来他长大以后呢，他父母就是双目这个失明他自己心里都是特别伤心，到处去求医。后来有人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乳乳就是这个乳汁呢，就是炉子的这个乳汁呢，就是可以就是对眼睛就是有好处。然后他自己呢，就是身上就是披着这个鹿皮，就是然后到这个深山里面，就是跟这个鹿群呢，就是一起就是过生活，就是想呢就是得到就是就是母乳的这种乳汁就是乳汁。但后来有一次呢，就是遇到猎人，就是正在就是对他这个射箭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发现了，马上立即就是站出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鹿皮呢，就是摘下来就摘下来。后来猎人呢，就是也觉得非常的这个奇怪，通过他们的这个沟通之后呢，他也详细的情况都给他这个汇报。然后呢，就是猎人也非常感动，就是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后来呢，给他提供这个乳汁回来拿回来以后呢，就是他负责就是父母的这个双目以后，就是又重新这个恢复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故事。可是现在呢，我们时间人数会不会这样呢？就是很困难的。
就很困难的就是的确是在这个几千几万个人当中有原来04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天使国就他把好像自己的这个肾就是捐给这个母亲呢，就是当时的是震动了很多这个人呢，就觉得很感动的。其实古代呢就是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人人都是对这个父母是特别的这个孝敬。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也讲这个儒家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好的这个这种孝顺就是这样的这种孝道可是佛教里面呢好像是没有。比如说儒教里面呢就是24孝还要在这经常呢就是讲到那个孝悌。那佛教里面有没有呢？我想是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孝顺呢，就是更是这个不可思议，就是可以这么说就应该说是这个超越这个就是这样的这种思想比如说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以前讲过这个公案吧，就是他也是为了就是报答这个母亲的恩德3不103年当中的是抄这个五台山，后来阿育王寺院里面就是拜这个舍利然后呢就是各这个就是端直功夫就是燃指功夫就是后来就蒙宗呢就是才得到就是母亲呢就是专为这个净土以这样的非常蛮长的或者是很伟大的这个行为来为这个父母报恩的话呢，一般这个儒教思想当中呢很难就是看到的比如说以前那个这个孔子的话呢，就是他在主要是讲一些理解方面就是生死之义理，死葬之义理，祭之义理，就是他就讲了三种理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应该用诚实来就是理解；父母死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埋葬他的这个尸体。然后平时过年就是什么过节日那个时候的话呢，用一些礼品来就是理解，就是所以当时的这种对父母的这个报恩和孝顺的话呢，仅仅是父母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尸体怎么样这个处理这是很孝顺你给他做一个坟墓就是放几个是花他很孝顺，就是儒家的一般思想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也不能就是特别的这种，而佛教的话呢就是是这个可以说是更上一层就以前那个念慈大师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勤德立成格，知道什么这个方成就就说是如果这个父母呢就真正是依靠这个佛教来就是远离一切这个成格那么这个孝顺的这种指导孝道的话呢，觉得才能觉得完全是成就的。就这就是佛教的应该是更高的一种这个精神。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慈行布施修持善业，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这个信法就基本的一种这个善法。所以我想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一定要了解得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孝顺呢，就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深就是什么这个父母就是大报恩经还有这个盂兰盆经还有这个地藏这个本愿就是本愿经这些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孝敬就是可以说是孝敬。其中呢，就是提了很多的这个父母的这个恩德，如何呢？就是这个敬仰就是所以说我想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对父母的这个恩德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圆满就报恩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圆满。佛陀在有些这个经典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今成得福皆是父母之恩就是今成得福皆是父母之恩然后人与学道不可不精进孝顺就是人如果这个想学道的话呢，就是首先是不对不就是不可不精进孝顺，就是这个孝顺呢就是很重要的。但孝顺的方式呢，跟世间的孝顺就是确实是还是有所就是有所这个差别的有些佛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因时济报为主报父母之恩
啊，就是因时既报，为足报父母之恩呢。为导父母向正法啊，就为导父母向正法，便是便为报而亲也啊，便为报而亲也。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是我们世间的一些金银财宝啊，就是因时义父啊，这些呢就是不一定能完全报答就是父母的真正的这个恩德，而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就是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呢？就是唯一的啊，就是引导呢，就是父母就是心自正法。啊，就是向于这个正法，这样呢，就是才能真正让这个报得到就是双亲慈恩。因此，我们有些就是道友的话呢，就是恐怕就是以前呢，就是做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也经常呢，就是没有让这个父母高兴，就是也经常呢，就是对他们做了不满意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懂得这个佛教的道理之后的话呢，还是应该有一些心慈善法来，就是回向啊，就是把这个善根呢，就是回向给他们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报恩之善具，那就非常这个圆满。父母叫须敬听，父母这须顺承，是吧？那么。下一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呢，就是教我们，这个一些这个道理啊，就是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须就恭恭敬敬的这个谛听不管是世间的道理，就是佛教的这个道理就有些这个父母呢，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他教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处处是道，有些呢，父母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这种。就是很高的这个学问，但是他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他教导我们的话呢，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子女，作为孩子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谛听啊。现在世界上的有些孩子呢，就是自己有了一点点这个学问啊，比如说父母呢，就是他这大学没有读过，就是个小学水平，而这个孩子呢，就是大学的，然后父母给他就是讲什么道理的话呢，就是他就自己觉得是他连书都没有读过，他还教我什么？我是已经这个很了不起的这种这个高材生就很傲慢的这种样子来就是对待，其实这是不合理的。父母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一些这个有生活经验，这些长辈的话呢，心是很善良的，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子女的这种教导呢，肯定是就是很纯洁、很亲近的一种爱心、慈心。那么以这样的这种慈心引发下呢，就是他所教导的这个语言呢，肯定有这个价值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些这个年轻人的话呢，就是有些老父母呢，就是经常跟他们讲的话呢，就是他就觉得非常这个讨厌就是唠唠叨叨的，就是你在说什么呀？别说，你自己吃了就可以了，就是你不用说什么。有些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其实上了就是这些双亲的心，同时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修养和教养呢，就是也是有了一些这个就是也是成问题的就的确有真正一些学问的父母再没有文化，父母再怎么样的话呢，他所说的教言呢，还是就聚精会神的，就是会倾听的就这一点我们世间人可能很多人的确也是做不到的就是做不到的。那么就是父母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教言呢，就是一定要去这个听说。然后父母呢，就是责备你，父母呢，就是谴责你一些这个做法错了，就是行为不如法。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必须就是诚心诚意的，就是听从就是他的，就承担自己的这种过错。所以说我们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父母的这种恭敬心父母就对父母有了这个恭敬心，其实他说的呢是一般的一个语言，但是我们呢就是会很认真的就是听住就是听说的如果他的这种责备的话呢就肯定是以这个爱心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怎么说
就是一种慈悲心来这个引发的。古人所谓的就是什么爱之深呢？就责之切，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呢，这样真正是对你有一种这个诚心，就是中和的语言来就是交接的话呢，我们就是作为这个子女者呢，就是应该就是听说。这样这个听说呢，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有种很大的这个利益。就有着很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呢，父母是从我们这个佛教的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就是很主要严厉的这种对境那么如果是这个父母的话，即使他是凡夫人，但是呢，就是都应该就值得这个恭敬，甚至呢，我们作为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心中对他的供养的这个钱财呢，也可以就是给他就是适用就记得以前在这个佛陀时代就有一个阿罗汉呢，当时就是别人对他的这个供养的这个钱财呢，就是他不敢就是不是给父母，然后父母呢就是特别的这种生活非常的困难。后来他问这个佛陀，佛陀呢就是就召集就是这些僧众们就是开许，就是说是别人这个供养的这个钱财呢，你也可以这个分给父母。就是可以分给父母，所以这戒律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家庭处见与父母处什么这个虚应供给，就是如果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父母处呢，就是你应该可以这个布施，应该呢就是可以这个供养因此呢，我们从小都是应该有一种。怎么说就是父母就是说什么都要去这个听，父母即使批评你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就是很恭敬的、很认认真真的去对待。那这样的话，父母的这个批评呢，就是其实是很有这种价值。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你们都清楚，以前那个孟子有一次呢，这个他在逃学，就是学校里面就是觉得学习特别的这种厌倦，然后呢。他就不愿意读书，就开始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当时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正在织布就是织布。然后织布的时候呢，就是母亲一看到这个孩子的这种情绪之后呢，就是马上的特别生气，就是把那个织布的那个梭子呢，就是马上就折断，就扔在地上。就扔在地上以后呢，就是孟子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喜悦就是他问就是母亲，你为什么这么样发火？我今天不愿意读书，就是疲劳，就不想读书。那这样回来为什么？当时他说，你看我现在织布的话，那就是全是一寸一寸的这样的。如果我把这个树枝都已经折断了的话呢，那这个织布的这种事情就将来编成布品就绝对是不可能这个成功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现在呢，就是正在这个学习你现在正在学习的是你耽误了这个时间你这样学习厌倦的话呢，那从此之后你的学业呢，就没有办法这个完成了。因为孟子的根基呢，就是也可能不像一般人。现在的有些孩子的话，恐怕是就这是你自己的一种过错他根本不可能反观自己的。但当时以这个道理呢，就是他开始这个入梦初心就恍然大悟，就从此之后呢，就是他再也不缺课，再也不断不什么这个不旷课，就是一直呢就静静的学习，后来就成了这个历史上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就过了孔子之后呢，就是他就成为这个亚圣，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时候父母就是一些老的一些怎么说长辈的一些责备也好，就是修行的话呢，还是自己应该去乐意的去听说，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出家人呢，真的在这个学佛上也好，你的这个中观应成派的观点的话呢，就是父母跟你比较起来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学得好一点但是呢，他怎么样就是说批评的时候，你要把它看作一个教训来这个对待的话呢，这就是有这个德行的人然后通过他的这种教训呢，也许你现在虽然学了很多年的佛，但是从实践的有些教理呢，对你的这个身心呢，就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把有一些这个道理应该用在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其实这个对父母的这个孝顺呢，我们很多道友都恐怕是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做到就是有些人真的可能后悔我如果有父母的话呢，我下一次再来吧，就是只有下一辈子。
会不会这样想？真的，现在很多人就是做的特别，不如法啊，就是年轻人也好，现在世间人呢，包括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对父母的，因为出家人可能观空性观得太好了，就是把父母也已经观空了，就是可能没有什么了。但是呢，就是从世间的一般的这样的这个学问里面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缺少的。以前汉地有一个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南禅和尚啊，南禅和尚的是，他就是为了就是母亲啊，母亲的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将自己的袈裟的是垫着就是卖米，就是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养这个父母。所以有些佛教的高僧大德的历史上看呢，对父母是应该是有一些执着，但是这种执着的话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影响你的这个成道。所以我们有些出家人呢，就是好像出了家以后呢，就是对父母的背信一点都是没有，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现在这个在家人，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啊，真的还是很麻烦的，就是不像这个古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道理。但这个呢，我们就暂时不讲。总而言之，对这个孝顺父母方面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新的一些行为。好，讲到这里。Sunandai Tamsa Rupanya Tonani 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unen Drasha Bandara Badna Asadar Bandara Badna Asadar Bandara Badna Asadar